我们椰子水打话不沉默。椰子水。他现在边爱人我边艺人了。我说他挺身太接了，容易在公共场合说错话，他现在不敢说。哎，海海，你们今天滑怎么样啊？他太厉害了，我追不上他。你追不上他，因为我刹不住车。他们几个叫什么？当时我们一轮就是介绍下来，你有记住吗？说实话。我记住一点点。名字主要是名字。为什么他们那么有活力啊？我们为什么都已经沉默了？可能他们那桌都是新人吧，咱们已经是旧人了。我们就是我们是老人。新人不知我过往，旧人不知我近况。我们可以玩我有你没有，可以啊，输了把这个饼吃了。是吃自己的吗？不然你想吃谁的？小馋猫，小馋猫，啊，好搞笑啊！可能别人的饼更有韵味。这么贪吃啊！来吧，先五只来好吗？OK，来吧。那位已经比他翻白眼了。谁先？那我先吧。我现在没戴头盔。哦吼吼，我吃披萨不吃边儿。哦，来吧。我今天戴了墨镜。哦。今天滑了中级道2公里。哎，我们下面也是初级道。我们没法初级道。你这个人我真的服了，你不说谁知道啊？做人要诚恳。我记我理工，我记得。你是3。你们俩玩什么？来，小海让。你旁边那位。好可怕！他是睡着，他是没睡着啊，好吓人！我真的觉得好可哎我去！哎我去！哎我去！太吓人了！走走走，冲冲冲！哇！天哪！我们登顶了！哎呦！哇，太酷了！哇1800。那儿都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我的天哪！哇！哇塞！哇，好美啊！哇！白药，下山路上我俩聊聊呗。今天啥情况？看你不太开心。上午的时候有点不开心，其实可能跟昨天留言也有一点点关系吧。他说他的好感度是加分项的，然后就想问有什么举动呢是能给我加分的。然后他说有些人做就会加分，有些人做就不会加分，但是别人做就不太会加分。结合他昨天留言，就好像我不是那个主动的会得到加分项的那个人。我知道他希望我能更主动一点，然后我也有在尝试着能更多的在大家面前主动，但有的时候他如果不愿意，我又会去想，怕被拒绝，或者是让他给他压力，是吗？对。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抽那个票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询问他的意见。慢点。我给你拿了一张超高级的滑雪道的票，咱们一起去超级雪道。首先，他是对你肯定是有好感的。其实，对于有好感的人来说，他更希望的是你直接做，而不是问。明白。对。确实是因为你和他之间互相彼此都越来越在乎了，所以才会越来越对这份感情小心翼翼。然后有时候反而你越小心，越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你记没记得昨天孤独小屋的时候，我去问他，你希望你心动的人现在还能为你再做些什么？他回答的是，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能看到
你在做努力，然后他更希望你不要累，这是他的回答。之前练舞的时候跟他聊过，他说更希望被偏爱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你想想怎么让他做到被偏爱？可能对我自己而言也需要一个过程。大家一块相处的时候，我就很难就做到他想要的那种偏爱。为什么？就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好像下楼就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小新可能觉得你的留言比较，就篇幅没有那么长，他可能比较在意这个事情，但是他觉得他给你的爱已经很满，或者他给你的留言已经很坚定了，他是这么觉得，就是其实有些话或者有些爱不用去表达那么多，他更希望表达的是我对你很坚定，是的那种心。我觉得也是。聊聊，我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再跟他聊吧。感觉如何，甜甜？这样开心啊！对啊，你呢？还好，还好。也很开心，也很开心。哎呦，主要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就是跟你讲一下我这几天的心情和想法。因为我前2天都是留言给的你嘛，然后呢，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和妍妍的相处模式和进度是怎么样子的。在我的视角上面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平等的在接触的过程。就是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说我既然来都来了，咱们就是我一定要，跟我有好感的男生就是主动一下。在我之前的生活当中，我平时其实很少是这样一个会主动迈出第一步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2天我主动给你留言，已经是我对自己觉得自己很棒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其实2天的留言我就是都没有得到你的回应嘛。你就是没有那种非常积极正面的回应。就是一次正式的对话都没有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不能说可惜吧，就是我觉得姐妹也太怂了吧，怎么就说，是不是有点？那没有。我想说，先讲说，我想说抱歉，因为昨天，干了很多蠢事，然后做了一些很幼稚的行为，导致会发生昨天晚上那样的事情，然后，那我觉得，你说。是我没有把握好这个边界感，然后没有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客观来说，其实我们真的就没有相处很多，而且我们真的也就才几天的时间。对。其实，在短暂的这些时间当中，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心，也是就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可以尊重的，对。但是昨天干那个事儿太蠢了，真的，哎呀，所以就还是道歉，昨天对你可能造成了一些影响，对。没事，我已经翻篇了。谢谢。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做出了你现在的选择，那你就好好尊重你自己的内心，我也尊重你的决定。没事。我真的，
哎呦，紧张了一整天，我很怕。没事，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去做的。我不后悔。就是在留言里面这么主动坦诚表达自己，因为我确实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对给人这么主动过。没事，如此冰冷的天气留下来也都是一些水晶吧。你也是一种成长啊，难道不是吗？哎，希望吃一堑，吃一堑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吃一堑，吃一堑嘛。长不长，反正不知道是有没有痣在上面。好歹吃了是吗？对。哎，你有没有拿贴纸？没有。没有啊，有些人根本不记得要给我。有些人，哎呦，哎呦，哎呦，回去补我一个。你可以有，大把。大把。啊。哦。我已经训练了一个专属于这种哦。这是什么？哦，这是小狐狸吗？哎，它听见我们叫它了。哇！哇，夕阳，很美呀。天哪！哇，什么东西？好漂亮！火锅，哎，还有纸条啊！我想，哎呀，我许愿了！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吃一顿冬日火锅，这才真好。哇！我最喜欢的辣锅。我坐这儿好了。我坐这儿好了。他更希望的是你直接做，直接做，直接做，直接做。我坐这儿边好了。你咋过来的？你啥时候过来的？我就想吃点这鸳鸯的，不行？行。我坐这儿，我坐这儿。几点？这是鸡汤锅吧？可能是。哎，这样行，这样就行。来吧。哇！谁的愿望如此让大家幸福？对啊。我的愿望。真的吗？真的假的？我的愿望。哦，谢谢。昨天不好意思，就是做了一些傻事，让大家 stop， 吃饭。对，然后就在花雪后，就我许了个吃个火锅的愿望，希望大家能满意。非常满意，谢谢。干杯！是吧？这肉丸应该熟了已经。下这边。都可以，一半吧。好吧，我这下一桌，这下。行。是辣的。还有啥给我夹点，孩子们？你想吃什么吗？有啥呀？蟹柳棒吃。可以夹。要不你拽得很嘛，可以夹。没有，谢谢你。哇，好吃。有醋吗，家人们？有，做。哎，来了，要不要？不要。好，够。啊，果然能吃到一块儿去啊！我也吃啊。就2滴就好。好，谢谢。你们要吗？醋不用。耶，吃不到一块儿去。辣。这怎么加？拿勺子吧。你打2个吧。再送一根菜。好，谢谢。
这是肘子。不知道，哎，你多放点虾滑，我也想吃。 OK。肯定放清汤吧。干嘛？你俩别同时插。虾滑就放清汤吧。 OK，那我都下了。把这个盘子拿走。那我这个放清锅里面。好好好，谢谢你啊，小璇，服务意识好强。给哥几个吃老实了。 就是给哥几个吃老实了。你们3个现在是一个表情，就是这样。我不能吃辣的。我也不能，我觉得这个太辣了。我们能加汤吗？加个汤吗？好搞笑！不是，本来是不想咳的，你们为什么一咳我就想咳啊？不好意思啊，家凯让坐边上。 谢谢凯哥，没事。啊，好饱啊！请打开搜 APP， 进入20岁不能说的秘密，使用匿名账号写下一个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发送至瞬间广场。在这里，你可以随时随地展现真实自我。 现在，请打开搜 APP， 进入20岁不能说的秘密话题广场，和身旁的灵魂挚友分享未曾公开的秘密吧。相信一定会遇见懂你的人。我们要不要看看这个秘密？看一下吧，我来读一下吧，大家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好，有一个人说我欠他一句对不起，我欠他一句对不起。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 看我干什么？什么意思啊？这个有人想讲一讲。情商吗？还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选择我呀？我欠他一句对不起。是不是想写给妈妈呀？ 也有可能，我刚刚想说亲情有可能，或者是过世的亲人。那我们下一条，在这趟旅程中有过喜欢的人，但是没有主动表达过好感。细品，加油，加油！加油！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不要因为我的表达、我的行为、我的做法，去让你做出违背你自己真实心愿的事情。加油！加油！勇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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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我们下一条好了，这条说我不想再被爱的名义囚困，却也不想成为你们的失望与遗憾。是关于父母，家庭，感觉像家庭的。哦，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是我的。啊，哎，是我第一个认领的吗？是。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我的样子，其实可能在大多数人的想法里面是比较顺利一条成长道路，但是其实我就是从小到大，其实方方面面，学业、事业、生活很多事情都是在我爸爸妈妈的规划之下一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升学的时候，他们想要让我从事的方向，到现在我求职，可能生活上我跟朋友出去玩，首先你有一个几点之前的门禁，然后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是和谁出去。我也一样，我还要手机号。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小事，有时候会让我有一些压力，所以我其实一直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一方面在享受他们
规划好的这些非常顺利的道路，但是其实我一直就是很想要，追求那种能够有自己主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这样的感觉，就可能再长大一些就好了吧。就我觉得你可以说出来，因为我也差不多。就怎么说，我是一边听话，一边又小小的叛逆，大方向不会变。对。不过这也很感谢我妈妈，只要有困难，我就会直接给她打电话，我们俩基本上每次打电话都会进行2个小时以上的深度聊天，就基本上所有东西她都给我盘明白，给我理清楚，然后这样就会更加肯定自己。就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说一说的，因为毕竟你爸妈那么爱你。我会学着去多做沟通，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双方都在共同的成长和进步。来之前我还翻到了我妈在我高3成人礼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其实她那一句话挺戳我，就是说，她说其实我知道我有做了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你要相信我真的是第一次当你的妈妈，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关于跟父母这个话题，其实一定是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和经验去慢慢理解他们，然后这种东西我觉得就会慢慢变淡，真的，我是这么觉得的。OK， 我们下一条。我今天分享的秘密是被不认识的陌生人恶意攻击了2年。那个陌生人专门建立频道对我肆意谩骂，比如乡巴佬、混混等，甚至让我去死。那个巨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直到现在都未曾消散。25年的年末，我终于才鼓起勇气选择报警。报警，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是我今年年初做过的最成功的事。先鼓掌，好厉害！我认领一下吧，这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事情。我其实是一个习得性无助吧，就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首先就会先选择把自己藏起来，直到这件事情藏到我真的再藏不住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说。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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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收到一个陌生人，完全不认识，就开始对我进行攻击诽谤，说我去他所在的居住地楼下恐吓他，完全子虚乌有的事情全部盖到我身上。我第一时间，我刚开始的时候知道的时候，确实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浑身全部发抖。曾经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曾经最亲密的人。他指责我说：“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做的吗？”当时就确实也是给我不小的打击。在他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去攻击我的亲友、攻击我的家人、攻击身边可能会认识我的人的那段过程中，慢慢的从遇到事情只会发抖、只会哭、只会把自己躲起来的小女孩，到去找证据、去找这个人。我觉得我很自豪。我没有想到我们学校的警察局那么给力，他们听完以后就觉得你是怎么挺过的这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后面的时候，真的就通过警察的力量，联系到了那个人，通过一些法律手段来保护了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之一。就这样，我要给我自己鼓掌，太棒了，赵宇。好，我们下一条，这一条说。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靠假装自信撑过来的。别人眼里我可能算得上独立要强，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底气都是一路摔打、受伤换来的。来节目之前，我告诉自己，就算没有留言也没关系。可真的遇到时，还是有点不知所措。所有人的留言都已送出完毕。走过程了。我其实已经看出来了。那一刻好像又变回了小时候那个永远躲在角落不敢举手的孩子，但很奇怪，或许是正是从最低落的那一晚开始，我反而想通了。我不需要再向谁证明我值得，也不再把心动藏在犹豫背后。这段旅程我可以笑着奔赴，也可以坦然落空。青春不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而是一张哪怕涂改、哪怕留白也依旧珍贵的画儿。今晚我站在这里，只想对自己在乎的人，对所有正在安静发光的人说：你看，脆弱过的人才能真正学会勇敢。这条，
说真好，说的太好了。说得真好。我想对留言那个人说，你很值得，就是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你就是很值得的。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很值得的，对。跳吧，下一个。来，我们下一个，下一个。下一条说，我从来没有和我妈妈认真的说过谢谢。今天我想借着这个秘密表达我对她的感激。因为我小时候患有哮喘，当时医生建议我吸激素，但最终家里人坚持反对，所以家里决定让我搬到南方广东空气质量好的地方去生活。而当时我的妈妈在北京工作，她不想缺失我的童年，所以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工作，选择成为了一名全职母亲。她真的给了我一个完美的童年。每次我问她会后悔吗，她都会说不会。但我知道在无数个日夜里，她也会感到遗憾吧。所以我想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我爱你。哇！那我就直接认领了，这个就是我写的，它也不算什么秘密吧，只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做的选择，可能就是它只会影响我们当下的很短时间内的一些结果吧。但是像这种放弃自己的梦想，选择去抚养我，然后让我的童年感受到母爱，然后以及来支撑我完成我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段，这是可能10年、20年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年龄段，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就这样。明白。好，我们下一条。这一条说，我的秘密是我其实非常容易内耗，我是一个非常内耗以及严重焦虑的人。我的内耗体现在各个方面，这个焦虑也会体现在躯体化，会失眠、做噩梦、毫无食欲、暴瘦，甚至有时候还会手脚冰凉。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敢去看心理医生，即使我有意识到我好像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总是觉得只要不去在意，我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对未来也很焦虑，我对未知的事情充满恐惧，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干什么，会做的怎么样，会变成自己所期待的大人吗？曾经焦虑到暴瘦到70斤，因为在我和同龄人交流后，发现大家的未来都有清晰的规划，但我的未来像雪崩后的平原，能看到的地方只有白色，好像走哪个方向都是对的，也好像走哪个方向都没有结果。其实来这趟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在慢慢被治愈的过程，让自己不要过于焦虑，放平心态，才会遇到更好的自己。被一群很好的人们的爱包围着的我真的很幸福，感叹号，很感谢，也很幸运能够遇到在这里的所有人，一个白色的爱心。我想说这个留言不是我，就这样听起来有点像，对，但是我非常能共情这位朋友，就因为我跟他也比较像，就是我也会，对未来非常的焦虑，然后我也希望这位朋友不要太过于焦虑，就是如果意识到自己心理有问题，也可以去找心理医生，因为我其实，在心理医生的咨询过程中，我也有跟自己和解一点，然后更加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一些缺点和一些可以改变的地方，然后更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就说几个我应对焦虑的办法，因为我在生活中也特别焦虑，然后我焦虑到曾经有一阵子手抖得拿不起筷子，然后我总结了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你去公园里大口呼吸，不要小吸气，你就。然后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学校里面有公园。第二个办法，抱自己，就是立马就抱，立马就需要一个抱抱。就是让他抱，让通过一些肢体上面的接触或者拥抱，对拥抱起来的话会更好。就是一定要拥抱。不内耗，不内耗，你抱错了。一定要拥抱，抱。一定要拥抱。祝他身体健康。走了。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对啊，哦，对
是要我们进去吗？响哎，响了响了响了。响哎，响了响了响了。啊，有点吓人了。喂，谁啊？